大家好，我是 Alan，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项目叫 Mautica。我最近特别迷恋这个东西，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有趣的 AI 团队协作平台，对于一个个人来做项目管理或者说做公司的一些项目都挺合适的。实际使用的话，我发现其实这个东西本质就是对于你本身了解了 AI 这些东西的能力的一种组合，而把这些东西掌握之后，其实你会发现整个释放了很大的一个生产力。通过这个解锁，其实你可以看见，就是任何一个你的一个需求或者说一个 bug，其实就是一个卡片。这个东西其实跟大家以前玩的什么 Jira 或者说腾讯系的 Type D 啊，或者说其他的，都是很类似的，就是一个看板，所以你整个任务就会往前的一直推。而这个完成的这个员工可以是个人，可以是个 AI 员工，就是比较有意思的事。然后呢，我自己其实也搭建了一个东西，搭建了，然后呢，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一个效果。OK，大家可以看见啊，我其实自己在玩的很多项目都已经进入 Mautica 的整个的管控了，不管是这个现在在做的一个 iOS app，或者说我在做的一个视频软件，或者说我日常的这个博客中英文之间的这个同步，还有做一个这个比价网站啊，总之这些项目其实现在都可以在这个进行管控。然后呢，在平时的话，我其实只需要去不断的去创建一些需求，让我的这些 AI 员工去不断的去往前推进就好了。这就是这个 Mautica 的东西。我可以给大家快速演示一个吧，比如说我现在在做这个 app，然后呢，这个 app 现在比如说我想把这个首页的这个 Agent Office，比如说这个图标变成一个动态的，我随便编个需求，我们去演示一下，比如我选这个 iOS app，然后呢，比如说这样，我回车，然后呢，它会分派给，因为我选的是那个人嘛，所以实际上它会按照我原先既定的开始跑。稍等一下，哎，可以看见收件箱，点击会发现它其实已经在创建这个 ASIO 了，而且同时这个我所谓的这个高级开发已经在做了。其实可以看见啊，这个创建的时候，这个创建 ASIO 有一个手动和智能体的创建。所谓的智能体创建，其实本质就是这个 AI 了解这个自然语言之后，帮你根据实际情况再去调那个创建 ASIO。就因为你手动创建其实是个大表单嘛，有些信息其实你并不想填，这种就稍微简化一下。所以假如说这个 AI 已经挂了或者没有额度，你这个 ASIO 创建不出来，那么实际上那个时候你可以切手动，当然具体指这个人也得保证它可用。OK，这个就在这儿转吧。然后这个其实就是正常的一个去创建一个 ASIO 往前跑。然后我们回到这个 Monica 本身，我们介绍一些东西。第一点就是这个，其实这个东西本身是一个能力的组合，所以其实大家最好要了解本身业界一直在发展的一些东西。从一开始的 Sonnet、Opus 这种 AI 模型变得比较强，就是说这个 AI 是一个有质量的东西。再之后的话就是函数 call，就是其实自然语言也可以 call 一个函数了，所以 MCP 就这么来的嘛。再之后就是 Cloud Code 的这种 To B 的这种 CRI 火起来了，就是实际上就是一个高质量的一个 CRI，再搭配上这个 AI 本身，它就是在那个，然后你的质量就特别高。所以去年的5月份，尤其是去年11月份，再到今年，整个就 Cloud Code 啊这一类的 Code XCRI 都火了。再之后的话，就是 Cloud Code 本身推出的 Skills，让 AI 的一个能力进行一个可拓展，就是把能力边界再拉高一点。比如说现在我经常玩的这些什么，我现在玩的，比如说这 Git 的这个 Skills 啊，GitLab 啊，或者说 UX UI 啊，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总之之类的。
就这么来的。再之后，其实就是像现在演示的这种平台，它其实本身就是这些能力的一个组合嘛。所以 Mautica 是啥呢？Mautica 是一个平台，是一个 Web 服务，是一个让用户可以创建和管理这么多的 AI 的一个工具。它背后的思想其实是 Manage 的那个 Agent， 这个东西其实是 A 社提出的，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我其实也在学习中啊。然后呢，Mautica 这个东西呢，其实它是个开源的，所以实际上你可以私有化部署。比如说刚才我那个就是私有化部署的一个项目，它这个代码是公开的，所以其实，比如说在社区里看见很多的 AC 有问题，如果你其实玩多了之后，你发现它有一些不足，你可以给它提 PR、MR 这些。当然，如果你不方便的话，你其实 fork 之后可以自己去改良，这都无所谓。所以它实际上是个开源的，当然注意，比如说你别自己去包装 SaaS 去卖，这肯定就有问题了。然后 Mautica 的迭代进度的话，其实你可以理解为是日更的，因为 Mautica 官网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自己的这个 contributor，它其实也有一个人，就是就是这个 AI，可以看见这里面有个人，你看这个，对吧？因为其实就刚才说了，它这个理念就是 AI 也是个员工嘛，他自己本身这个项目也是在用 Mautica 在管理，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已经形成了一个闭环啊，就是魔法打败魔法。然后因为有了 AI 的介入，那这些东西的迭代速度肯定就像我刚才看板上那个随便举个例子项目一样，就会迭代的非常之快。所以大家可以看这个清洁 log，这个 release 这个，你可以夸张点来说，至少就是2-3天一版，2天前、3天前、4天前，那是不是就是日更了呀？所以非常吓人。然后当前 Mautica 的形态的话，大家如果去玩会发现它有 PC 网页版，还有一个 PC App。PC App 其实就是简化了这个，因为你本身去布一套成本比较高，但是如果你有一个带界面的机子，你去下载安装的话，就相对傻瓜是一点点，就类似于那个 OpenCloud 官方也有 App 终端嘛。然后 iOS App 的话，其实官方是有的，很多人都没注意，我看社区里都有人问这种问题，但实际上稍微认真点去看，你会发现它其实有的，在这儿 Mobile。当然，如果你再看 Readme 发的官方文档里，会发现它写的是还没有上架。如果你非想玩，就自己去找一个开发者账号打包就完了。当然，像我的话，其实因为我本身就是个 App 开发者，我其实拿过来之后打一个包就完了。我自己其实也在写一个，所以大家也会发现我刚才那个演示那个项目就是这样的。因为官方那个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至少不符合我很多的使用习惯。所以如果你不喜欢官方爱的话，也可以敬请期待吧。就是我自己做这个还没有上线，在整个是在审核中。大家如果想联系我的话，我可以走一个 test flight 就行了。然后玩 Mautica 需要的技能，就我刚才啰嗦的，就是如果你想玩好，比如说你去翻很多视频，你都不如真真正正的去把一些基础知识先夯实了，比如说 skills、MCP 提示词，还有 Cloud Code、Code X 啊、Open Code 这些 CLI。再接下来就是私有化部署了，就是私有化部署，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就是部署一个，然后这个机器要求的话，可以看官方的，我记得大概就是2核2G 这种都行，比如说自己是2核4G 的吧，然后服务器要求的话就是都是常见的，比如说刀口安装你肯定要 Git 的话，因为你本身里面要牵扯到代码，你肯定也需要。再接下来就比如说你按一些 CLI 需要一些 Node.js 这种 NVM 这种，那其实都很常见的，所以照着官网这种进行安装就好了。然后注意细节，就是比如说这种环境变量，如果你去配的话，因为如果你本来就启容器了，那你再改之后，你其实需要重建的。就是这个 env 这个环境变量，它不是一个热更式，它实际上是在 new 这个容器实例的时候才会有的。再接下来就是，如果你想去对外访问，比如说像我这样一样有一个域名，那实际上这个就需要一个 candy 嘛。你去布一个就好了，Candy 可以自动抓一个请求一个证书。然后 AI 工具的话，我个人推荐的就是这2个，就是一个是 Code X， 一个是 Open Code。Code X 的话，就是大家根据需求去买就好了，不管是1x、5x、20x。像我自己的话，现在是5x和1x 用的比较多，当然之后的话看需求就好了。Open Code 的话是一个通用的一个 CLI， 所以比如说自己的 DeepSeek 呀，或者说是兼容
那个 A 社就或者说 OpenAI 这种 API 的那种，你只要是 token 形式的，实际上你用这种工具比较好，因为相当于是把其他都给支持了。像 CodeX 是因为单独的我走订阅制，所以这么玩。这里那个是这样，就是如果大家不知道，比如说 CodeX 你比较喜欢，但是你不知道买什么价位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是我之前用 Modica 来管理做的一个项目，就大家可以去拿这个去看比价。就比如说这个一叉这种，你是哪个区最便宜，五叉哪个区最便宜，在这里就一目了然，大家可以去看就好。然后当你都安完之后的话，其实你再去按照这个步骤，比如说有一个实例的机子去对应去打通，做一个那个连接端就好了。它是这样一个机制，就是它是布一个 Modica 服务 server 端，还有就是 Modica 运行那个 AI 工具那些东西，它是一个实例那种，就跟那个 Jenkins 很像，它在哪儿运行？如果本身在同一台机子，那实际上就简单了。比如说我自己就是同一个机子，当然我第二资源不够的时候，我再开一台做一个 demo 就好了。这个是连接的 token，大家可以照着我这个地儿做就行了。这个是推荐安装一些 skills，然后呢，比如说我现在这几个都非常常用，比如说 Impackable 啊 Formable 啊什么。其实还有一个叫 Super Power，但是它是插件的，它不是算 skills 的，那个直接在 CRI 上你直接装就好了。然后这些就是常见问题，比如说你都不知道你这个 Modica 是哪个版本，因为它 footer 里面也没写，所以实际上你直接利用这个 AI 去问它就好。第二就是你去更新 CRI 怎么更新，就是实际上你在这个地儿点击更新就好。然后这是相关的官网这些东西这就是我粗略的给大家说一遍，大家可以照着官网结合我这个地儿去看就好。如果有任何疑问，可以在视频下给 comment 评论就行。然后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东西。比如说刚才我们那个任务在哪来着？在这儿，其实已经完成了其实它为什么没有通知？因为刚才我点过了，所以就没有了。然后可以看见，这个已经提交了。比如说点过来，你看，其实就有 PR。如果正常来说，你其实该和，然后那边比如说 CI 自动化发 Tesla Flag 或者你自己拉下来去看，总之就这个道理，这就很舒服了吧？这样这个任务就完成了。然后再搭配，比如说像我自己有 iOS 端的话，我其实随时在路上都可以语音去串这个 ASIO，让我的项目持续往前跑。OK，然后呢，我就给大家再快速过一下整个的这个看板的东西。这个就书件箱，就任何的 ASIO。这个 ACU 就是整个看板，然后你这个地儿可以筛选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项目，这都行。这就是整个的项目。项目是怎么来的呢？就是项目实际上是你在仓库里边，你需要把这个仓库都提前都录好，然后在项目下你去在某一个项目下你去把这个项目去关联一下，然后自动化呢，就是说是自动化，就是说是你平常有一些想去就是固定的一些步骤，比如说我自己吧，就是我其实是中文的嘛，中文作者，实际上我写中文博客。那以前的话，我英文博客不管是 AI 翻译还是最之前人肉翻译，现在的话其实就很简单了，我配一个 Chrome，然后实际上它定时每天去查一下我的中文博客有没有新版，然后帮我发英文版都行。还有每周我要去汇报工作进度，还有就是，比如说我有时候那个公众号文章，其实我希望 AI 帮我打一个底子，然后我再去改造。总之这种都可以。小队的话，实际上就是也是 Cloud 的理念带来的。就比如说我去做一个工作，我指的时候可以指的不是具体一个人了，我可以指的是一个 AI 的一个 leader，然后这个 leader 根据实际的规则去分。比如说我 A bot 挂了，我走 B，或者说 A 在忙，他有两个任务，然后我给 B 分一个都行。这个实际上就思维就灵活了。有时候如果你老是固定的分 A 分 B 分 A 分 B，你都不如给 team 让他有个规则自己去分就好了。这个都可以。用量的话，就是你的 token 的一些消耗。当然，这个 token 消耗的话，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它官方有个 bug，就它实际上看不到当周的。现在这个已经有了我发布新版了，那这个就对了。大家可以看见，现在其实就已经有今天的这个消耗量了非常棒。然后每个项目的其实也可以看，
然后这里的运行时就是刚才提到这个 demo，就是实际上你的真正的机器负载不在这个 Mautic Server 本身，它毕竟只是个外部平台，再加一个服务端，它有个 CLI 那些服务，但是本身的那个 runtime 的那个创建那个 issue 那些东西，或者说这些它去执行 AI 这些，其实它是在一个 demo 上。比如说我自己的话，因为一台不够，我又开了一台，这个时候就是在另一个地儿还有一个 runtime 运行，这里面就会你去按照刚才比如说我博客里写的或者官网这种，你去把一个装上去这样一个 demo，然后这样它就会去扫你的这个 CLI。但是假如你是先装了 CLI，或者说已经起来那个 demo，然后你又装个 CLI，它有时候会识别不出来。那这时候很简单，你就把这个 demo 重启就好了。至于 demo 重启的命令，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里应该都有写，这个 restart 就好了。然后这个就是基础技能，就是其实你在玩好一个 AI，你要知道你背后有多少东西。比如说我们刚才按了 CLI 工具，那这个地儿就是要把这个 CLI 工具去创建一些智能体。那么创建这样一个智能体，它其实要具备一些指令，还有一些技能，当然还有环境变量，因为实际上有一些 skills 是有环境变量的，对吧？就比如说我去访问腾讯工蜂，这种都有这个问题。然后这些指令还有技能，技能就是这里这些，这是我推荐的，当然大家可以实际情况自己去再去做一些，比如说我自己写的一些写作的，或者说 Twitter 扫热点，或者说 Reddit 这种都可以。设置这里其实就已经没什么了，就是刚才提到这个代码仓库，大家要注意把这东西该拉一下。行，主要就是这些了，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细节，那就随着大家在使用中有任何问题再去学习就行了，或者说在视频下我们可以交流都行。OK，希望能够帮到大家。